我觉得跟往季的 U 系列相比，25早春它会将重点放在单品的色彩搭配上面。虽然本季它没有什么非常突出的爆款单品，但是整体的日常借鉴价值很高，质感也很在线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要用 U 系列的15件单品来打造4套早春日常换季氛围感 look。纯客观讲解啊，有优势也有壁垒。链接码数以及我目前的身材数据都会放在信息栏，大家可以点击查看一下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先给我点个关注，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视频吧。第一套穿搭也就是我现在上身的这一套，也是这次我自己搭配的最满意的一套 look。它不论是从整体看还是拆开看具体的每一件单品，它的色彩质感都非常在线。灰蓝色作为主色调，就可以营造一种春夏的静谧呼吸感。黑色的内搭也可以和包包形成一种呼应，整体的叠搭也是高低错落有致，深浅层次丰富。我发现单品一的这件浅灰蓝色的连衣裙有一个隐藏玩法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如果正常穿的话，它就是一条春夏必备的衬衫裙，纯棉的面料特别舒适，特别轻薄。浅灰蓝色也会有一种特别文艺的氛围感。它的腰带可以强调一下身材比例，以及它袖口的延伸也可以修饰我们的手臂线条。用它来搭配单品2的这个同色系的夹克，就已经非常有 La Mer 的氛围感了。By the way， 这套也是 La Mer 25春夏最主推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我也会发现它还有一个进阶版的玩法，就是真的特别惊喜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它其实自带了一条同色系的吊带衬裙，这个好像在模特里面没有体现出来，因为它真的超级轻薄，所以我就把它塞到这个高腰的中裤里面，也完全不会显臃肿，就是很适合搭配各种长款的外套来穿。这样搭，然后敞开穿，它的好处就是它会特别的显瘦，而且会有拉长身材比例的效果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吊带就会给我一种特别闷骚，然后会有一种很御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平衡感。这个时候再搭配这件同色系的男装外套，然后再加一个黑色的 La Mer 包包，整体的叠搭效果超级好看。其实这件灰蓝色的夹克也是这次非常人气的，也是比较零差评的一件。蓝色就是一种优雅和静谧感，然后它会比内搭的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，整体看就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知识分子。它的面料就是在很轻薄的同时呢，又比较挺阔有型，衣服上面就会有一些很自然的肌理感。它衣领是一个这样很柔和的荷叶边的造型，而且在视觉上也会拉长一下肩宽。这个黑色高腰中裤就不多讲了吧，它就是一个百搭的不作腰的基础款，就是它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是衣橱里又非常必备的一个单品。那我就主要用了银色系的首饰来作为一个点缀，然后耳环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小花花，是金银相间的这种。look 2也是本次网络上人气最高，但是同时争议也非常大的一套 look。我自己呢也想要复刻一下，想看看实际的效果到底如何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这套 look 的看法，它就会给我一种女博士周末去实验室加班的氛围感。你说它是做实验的衣服，我也是信的，它就是非常符合知识分子的穿搭场景，看上去很慵懒，实际上呢心机也是很多的。我用的是单品4的浅灰蓝色背心做一个打底，这个背心它是一个贴身的长款的 fit， 就是非常的轻薄和柔软一些，它的质地是微透的，然后就比较适合用来做一个深浅层次的叠搭。大家如果想要紧身效果的，就可以买小一码。那么在它之上，我会再叠搭一件深灰蓝色的背心，它是一个茧型的设计，质感是比较偏硬的，就很适合用来打造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廓形。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的面料是质地偏硬的，没有什么垂坠感，所以就会显得背后的茧型设计有一些臃肿和多余。同时因为它肩颈这一部分设计的比较偏紧，就会有一种很强的紧绷感，让它整体的舒适度没有那么强，修饰身材的效果也差了一点。我目前没有发现它有任何修饰手臂的效果。下半身搭配的是我这次最喜欢的单品之一，就是这条浅灰蓝色的长裤。裤子里面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一条，毛色就是浅灰色中加了一点点的蓝色调，跟整体的色彩很搭，而且它的时髦松弛感很强。男装的这件单排扣的风衣跟内搭也是同色系的，同色系它会用不同的面料来打造一种层次感。其实它的长度啊各方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适合在春夏叠搭各种同色系的单品，以及我觉得它会更适合叠搭更厚一点的外套之类的。下面就是25春夏推出的这款布包，这次25早春它的包包就是你不能说它没有诚意，但是确实稍微有一点点敷衍。怎么说呢，也是一个合格的但是无功无过的配饰吧。这款包包它还是比较实用能装的，也很像 La Mer 的牛角包。一个穿搭要点就是大家可以把它调的稍微长一点，然后这样斜挎背就会很有氛围感。这个浅米绿色就很好的提亮了整体。如果你们平时穿深色系比较多的话，那我也更推荐大家入手那一款紫色，等下会给你们演示。看完了蓝色系，那就让我们再来一点暖色系的搭配吧。look 3它虽然说是暖黄色系，但是还是很适合黑黄皮的。我觉得 La Mer 它最擅长的就还是调色。我会用单品9的这件小鸡黄 T 恤来搭
配单品10的茧型背心，来做一个同色系深浅撞色的搭配。不愧是官配啊，还是有很多的心机和巧思的。T 恤就是非常的轻薄，然后很适合做内搭。我们可以学习模特，就是将袖口这样一圈一圈的卷上去，就会特别有层次感。当然可能也会更浪费时间一些，它会让基础款焕发出新的生机。这个针织背心就是刚才那件灰蓝色茧型背心的同款不同色，那我就不多讲了。在这次 U 系列的同色系里面，我没有试到特别满意的裤子，所以我就搭了自己的一条弯刀裤，它是卡其色，所以整体也是很搭的。那么它从整体的协调性上面来讲还是挺突出的。外套就是这件25春夏女装的长风衣，它的调色还是很美的，就是轻薄的米色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绿色调，也是优衣库一直都非常擅长的一个调色，非常的清新有呼吸感。它会跟单品2的短夹克一样，也是做了一个荷叶边衣领的设计，就会在中性和机能风之上再增加了一点点柔美感。它有2个捏褶我还是很喜欢的，第一个就是衣领这部分的松紧捏褶，大家可以自行调节。第2个就是腰部的抽绳捏褶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，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件很普通的风衣。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腰部的捏褶位置其实相对比较靠下，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强调腰线比例的效果，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有松弛感一些。配饰呢，当然要以暖色系为主啦，所以单品12的这个牛角包我就选了一个芥末黄色，我觉得它才是整体的视觉中心，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颜色。大家记得我上一次的 U 系列就是有一次非常失败的芥末黄色的购买经验呢，这次的包包就是弥补了我的遗憾吧。look 4就是专为暗黑系女孩准备的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其实舒适区是深色，那么这套 look 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它也是25早春的官配，但是官方演绎的是就是跟我身上这一套同色系的灰蓝色。从整体看呢，深色系营造层次的关键就是各种各样的小配饰和小细节。它不论是外面的卫衣还是内搭的连衣裙，它的纽扣排列都是金属的，会更加的密实，然后很有存在感，也就增加了整体的装饰性。另外一个搭配的关键就是单品15的这一件紫色的包包，它会增加一些神秘感，然后也有一些增加视觉焦点的作用。我自己是被模特图种草下单的这条黑色的连衣裙，但是其实我还是对它有一些 complaints 的。它整体就是一个运动系，想要打造出一种 polo 衫的质感，就很精英嘛。我想象中它穿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很酷飒和飘逸的，但是实物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反差还是有一点大。首先它腰部系带的位置也会比较靠下，所以就会显得整体是上宽和下窄的。一个比较有氛围感的穿法就是把纽扣全部都扣上，然后做一个高领，但是它就会显得我特别像一个大头娃娃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翻领来穿，也挺喵系的。这个开衫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入的，它有3个颜色，还是挺有特点的。首先它是一个短款的宽松的卫衣，就会很适合小个子。它的银色纽扣看上去也很特别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一体式的连帽设计，就会跟普通的卫衣有一些区分，看上去特别有松弛感。好了，今天的 U 系列25早春的新品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你们最喜欢或者最避雷的是哪件单品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啦，拜拜。